飞婶，别擦了。怎么了？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飞婶，你来我们家也有20多年了吧？是啊，这一转眼20多年了。这20多年，谢谢你对我们家的照顾。可是现在，这我妈也去世了，这也，家里也没有你需要照顾的人了。我呢，这儿也经常出差，一出差啊就是几个月不回来，所以我觉得，你在我们家待着也用不到了。这样吧，你这个月干完就收拾东西回老家吧。啊，小白，你要辞退我？小飞婶，不是辞退你，只是我们家已经不需要你了。不过我会给你补偿的。我这儿有张卡，里面有你半年的工资，就算我对你的补偿了。小白，你看，我在你们家已经做了20多年了，这我已经习惯在你们家打扫卫生、洗衣做饭了。这你突然间要辞退我，这我能干什么呀？这你也知道，我这也没什么亲人了，你突然现在辞退我，让我去哪呀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别辞退我，再给我半年时间，我在你家再干半年，你看行不行？那行吧，既然你不愿意走，就在这儿继续待吧。哎，行，那你等着啊，我去给你做饭。行。小飞婶，我穿这身行吗？帅吗？行啊，好看的很。今天穿那么精神干嘛啊？小飞婶，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谈了个女朋友吗？我们俩交往那么长时间了，你应该知道的呀。我打算今天向她求婚来着。真的，这婶啊，真替你高兴。这小白真的长大了，这马上都想结婚，都想娶媳妇儿了。是啊，小飞婶。小白，这姑娘家是哪里的？她比你大不大呀？小飞婶，他们家离这儿没多远，凤凰街道的，也是咱们县城的。年纪呢，她比我小1岁。那姑娘长得好不好看呀？当然好看了呀，我的眼光能差吗？你看我这老糊涂了，你说这姑娘不好看的话，这你也看不上是吧？哎呀，小白，改天把姑娘带回来，让婶儿也看看。行，没问题。行了，小飞婶，不跟你说了，这马上时间就到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行，别让姑娘等急了，快去吧。行。小白现在长大了，一转眼都要结婚了。大伟，这就是我家了，来，快去。小白回来啦！小飞婶，这个就是你的女朋友吧？对，这就是我女朋友。你不是想见见吗？今天把她领回来。小白，这是谁啊？她呀，她是我们家的保姆，小飞婶。啊，小飞婶好。哎呀，这闺女嘴真甜，长得还好看。小飞婶，你先去忙吧，我们俩收拾吧。啊，行。小白，这你家就你一个人住，为什么还要请个保姆啊？大美，这个说来话长了。其实小飞婶不是我请的，是我妈在世的时候她请的保姆，她这一待啊就待了20多年了。哦，这样。小白，我看你们家的房子这有些年头了吧，看着有些旧了。是啊，这房子啊是我爸妈结婚的时候他们买的，这都有20多年了吧。那我们结婚不会也是要在这里结，以后就住这里吧？大美，这个我都打探好了，咱们结婚的时候不在这儿结。这个小区啊也陈旧了，而且这什么交通啊这也不方便。哎呀，这也没电梯，爬楼梯也挺累的。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，到时候啊咱再买一套新的。真的？那以后我们买了新房，我们搬过去之后也不需要请保姆了吧？保姆？哦，你说的是小飞婶啊？对呀，你看咱们2个工资加起来都不是很高，这每个月再除掉开支什么的，根本就存不下多少钱。所以我是觉得
请个保姆好像有点浪费了。对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可是他毕竟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了，我前2年也跟他说过，他不愿意走啊。小白，就算他不愿意，你也得跟他说呀。你看，咱们2个大人肯定能好好照顾好自己的，根本就不需要他照顾。这多一个保姆，每个月还得给他发工资啊，这些也就不说了。这结完婚还要过2人世界的，他一个外人在多不方便。这万一要是以后我怀孕了，这有了孩子，这开销可就更大了。对，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那行，那这个事儿我改天跟他谈一下。要不别改天了，就今天吧。你把他叫出来，现在跟他说。现在呀？就现在，正好我也在这儿。你如果跟他说不通的话，我跟他说。那行吧。小白婶儿，小白婶儿，来一下。来了，小白。来。什么事啊？小白婶儿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件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你直说吧。小白婶儿，你也知道这个房子呢，我也住了20多年了。这我们结婚啊，在这儿，这实在是太不方便了，所以我准备啊把这个房子卖了，再买一套新的。你要卖房子啊？是啊，小白婶儿，你看这个房子都卖了，我们呢以后啊还要供新房子的房贷，所以啊这可能经济压力有点大。我和大美商量了一下，就是你以后还是别在我们家干了，收拾东西回老家吧。小白，你的意思是不让我在这儿干了？婶儿，你看这保姆啊，在谁家干都是干，你在我们这儿不干了之后，你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。你看这小白，我们2个要结婚了，这我们2个大人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更何况我们2个工资加起来也不是很高，我们想多存点钱呢。小白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对，小白婶儿，本来2年前我就让你走了，可是那时候啊你说不舍得，可是现在你看这个房子都没了，你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行，不过我这临走前啊，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看过之后都明白了。亲子鉴定，甲方白凡与李小飞为母女的关系99.9%。小白婶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上面说怎么咱们俩有血缘关系啊？小白，你说的没有错，你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什么？你是我亲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知道你肯定一时难以接受，但是这事实就是这样。你听我说呀，当年阿姨怀了你之后，你的那个父亲，他不是个东西，他抛弃了咱们娘俩。这我实在没有经济来源，没办法抚养你，所以我就把你送到了孤儿院。可是送过去之后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去孤儿院找你，才知道你被人领走了。这我托了很多人打听，最后才找到，就是你的养母家里边。我求你的养母，可她不让我跟你相认，所以我才出于下策，就在他们家做保姆。你养母也看我是真心想你疼你的，所以就打动了她，她才允许让我在你们家做保姆的。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不能和你相认，所以我在你们家才一干就干了20多年。什么？原来是这样，没想到原来你才是我的亲妈。我说呢，你小时候就对我特别好，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给我。原来你是我的亲妈呀。是啊，儿子，这妈不能和你相认，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，
能为你做的，妈都竭尽全力。妈，儿子，儿子，妈。